将军出征回来了，还带回一个女子。我忍无可忍。出征3次，带回3个女子，你到底是打仗去了，还是夜袭寡妇村去了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卢婷第1次出征回来，带回一个柔弱的女子。我对希儿是真爱，非她不娶。金镶玉，我们和离吧。林希儿缩在卢婷的怀里，望着我，细声细气说：好可怜，要被扫地出门了吧？和离？可以啊。我的东西，我要带走。我接过和离书，拍拍屁股站起来，绕着富丽堂皇的卢宅走了一圈，一一点过去。金丝楠木床，我的；苏绣文竹屏风，我的；紫檀雕花座椅，我的。我慢悠悠走到他俩身边，指了指威严的朱漆大门，我的。卢婷皱起眉，你在发什么疯？我卢家的大门何时成了你的？林希儿帮腔，霸占夫家财物，好大的脸。我笑了。卢婷，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瞧瞧，我嫁进来时，你家的院门长这样。卢婷死死盯着院门，眉毛皱得能夹死苍蝇。我好心帮她找回记忆。你家的破门，歪倒倾斜，四处漏风。现在的是我花重金请工匠铸造的朱漆铁门。家里面大到床榻桌椅，小到锅碗瓢盆，不是我的嫁妆，便是我掏嫁妆钱买的。怎么，你抬腿撒泡尿就想站下来？我又看向脸色煞白的林杏儿。还有你，想嫁进门啊？不好意思，门是我的。最终是卢老夫人拍板，给她一顶小轿，从后门抬进来，做妾。卢老夫人劝慰我，林杏儿救了婷儿的命，又怀了孩子。到底是我卢家的子嗣，总不能没名没分的生下来。老太婆话锋一转，眼含责备，也怪你，成婚1年，肚子里也没个消息。我不禁颤抖了一下，摸向小腹，那时收到夫君身中毒箭，生死未卜的消息，我惊痛之下，竟然连吃了3个烤猪蹄压惊，又吃了酸枣糕解腻，梨子汤解渴，卤牛肉解馋，肚子都撑大了。我轻抚小腹，凄然一笑，踉跄离去，只留下卢老夫人愣在原地。晚上，我窝在被子里，美滋滋边啃香辣鸡爪，边看画本子。明亮的烛光忽然被人挡住，卢婷站在床旁。香玉，娘已经同我说了，孩子没了，我们可以再要。总归卢家要有个嫡子。她说着，凑上来，温热的大手搂住我的腰。我恶心的够呛，抬腿猛地一踹，又随手捞起玉枕砸过去。砰的一声，卢婷摔了个屁股蹲，鼻子流血，眼冒金星。她咬牙切齿瞪向我，金镶玉，你敢殴打亲夫？我缓缓抬起脸，卢婷的表情凝固了。只见我眼中含泪，鼻尖泛红，满面泪痕，被鸡爪辣的。我吸了吸鼻子，哽咽道：现在想起我，晚了。你和林姨娘郎情妾意，你侬我侬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？300多个日夜，我孤枕而眠，独守空房，陪伴我的只有床前冰冷的月光和120台嫁妆。卢婷转头又进了林杏儿的被窝。次日，林杏儿扭到我面前，耀武扬威。有些人啊，即使求了老夫人授意，也没本事留夫君一晚呢。又上下打量我，阴阳怪气道：夫人今儿打扮得这么隆重，恐怕也是白费心思，夫君眼里可瞧不见你。我闻言低头检查了一下，隆重吗？还好吧，不过是我家成衣铺最普通的蜀锦裙子、玉带、绣鞋。我家首饰铺的普通玉簪、珍珠项链、黄金耳坠。我家胭脂铺的普通香膏、头油、胭脂、水粉。我下意识看了一眼林杏儿，半新不旧的粉红袄裙，没啥样式的素银簪子，别的没了。林杏儿被我的目光刺到一般，跳脚。你不过是有几个臭钱，却失去了军心，空有个正妻的名头，又有什么用？啥军心啊，搞得跟他当皇帝了一样。我摸不着头脑。婢女金桃走过来，小姐，车驾已经备好了。我点点头，拍拍屁股站起来走了。我就知道你打扮得这么招摇，就是为了出去私会野男人。金桃走上前，啪的给了他一巴掌。长公主宴请各家女眷，我家小姐应邀出席，容不得你造次。
林希儿捂着脸，你个婢女也敢打我？又转向我，既是邀请女眷，为何我未收到？是不是你们瞒下了？我大为震惊，窃通买卖，未同奴婢。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，还邀请你？京城里这帮夫人小姐没事最喜欢开宴会，一会儿赏花，一会儿赏草。今天的主题是赏虫子。户部尚书家的徐二小姐对着满园翻飞的蝴蝶轻声慢语念了首诗，我听得犯困，张嘴打着哈欠。徐二小姐念完，众人纷纷无感情喝彩。好，好，再来一个。徐二小姐志得意满地笑起来，目光扫过人群，忽然盯住大嘴圆张的我。这位便是卢夫人，听说卢校尉回京了，还带了个有孕的女子。我一个机灵清醒过来，迎业微笑。是的呢，青青，有什么需要的吗？青青。徐二小姐眼唇一笑。我原本看卢校尉长得也算一表人才，又是世家清流，如今看来竟然拈花惹草，不堪良配呢。哦天哪，他居然一口气对我说36个字。我受宠若惊。要知道，这些京城贵女一贯瞧不上满身铜锈的商贾，也看不起门庭凋敝的卢家，给我递请帖，是看在卢家祖上阔过，位列5姓期望的份上。我嫁给卢廷前，摩拳擦掌，决心干出一番事业，打入权贵圈子，占据高端市场，一举成为皇商。努力了1年，卡在第1步，贴了1年的冷屁股，今天竟然有热脸迎上来，我感动得热泪盈眶，热情地握住徐二小姐的手。是的呢，二小姐的眼光真好，品味也十分独特呢。徐二小姐想抽回手，没抽动，面皮僵住。礼部侍郎夫人眼唇轻笑，男人哪有不好色的，卢夫人没本事看住罢了。真想不到卢夫人这般俏丽的人儿，竟输给边关的乡巴佬，真是丢人啊！我娇羞不已。啊，我俏丽吗？谢谢青青的夸奖呢。这边交谈的热切，吸引了不少贵女的目光，连长公主都看了过来。我一时成了焦点，顿时心痒难耐，灵机一动说道：诚如夫人所说，边关风吹日晒，女子大多皮肤黢黑皴裂，而这位乡巴佬小姐又为何独领风骚，夺得卢廷的青睐呢？女人少有不爱美的，贵女们不禁竖起耳朵。我神秘一笑，金家商队跋山涉水，在遥远的西域发现一种神奇的作物，那就是芦荟。它可以保湿补水，美容祛斑，就算被吊在城门晒上3天3夜，肌肤依然水嫩亮滑。正品芦荟凝胶，请认准金家胭脂铺，现在购买可享受8折优惠哦。我签下世家大族的第1笔大单，满面喜气，走路都带风。正所谓万事开头难，上架3个月无人问津的芦荟凝胶，卖出第1笔之后，竟然有源源不断的销路。我笑得牙不见眼，每天拿着账本欣赏10遍。这天我正和管事对账，林希儿扭着屁股路过，又退了回来，捂住嘴巴惊叫：这是夫人在正院公然豢养男宠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懒得理他。俊秀的年轻管事悄悄红了耳尖。林希儿鄙夷道：夫人就算得不到夫君的宠爱，也不该自暴自弃，找个小白脸呀，穿个白衫到处走，一副穷酸样，多给夫人丢脸啊。管事穿了件白色绸缎长袍，绣着银色的暗纹，有格调，又不张扬。我们对视一眼，双双陷入了沉默。林希儿娇笑道：买几身像样的衣裳，也不费多少银钱。卢郎前日带我去了金绣坊，挑了好多衣服和绣鞋，也就花了100多两吧。管事瞥他一眼，拿起成衣铺的账本，翻动几页。6月初9，鹅黄短袄1件，嫣红棉裙1条，翠绿绣鞋1双，入账19两3钱。哦，我家的这身番茄炒蛋的配色被我嫌弃了几个月，居然卖出去了，可喜可贺。林希儿瞪起眼睛，又摸了摸手腕上的金串。卢郎昨日送我的金串，足足要300两。管事眯起眼睛分辨了一下，然后拿起首饰铺的账本。6月初10，云纹蚕丝鎏金铜串，入账25两7钱。我闲闲地拨弄着算盘珠子玩。林希儿胸口起伏，今日给我买了蟹粉小笼包，一只便要1两银子。管事静了片刻，低声对我说：
咱家不卖这个。我放下算盘，满眼怒火。什么？竟然肥水流到外人田，把卢府的银子给我停了。什么档次也配用我的钱？不知道林希儿怎么找卢婷闹的。半夜，卢婷顶着一张被抓破的脸，满面阴沉来找我。金镶玉，谁准你停了家用的？我放下画本，我自己的钱，想怎么用，轮得到你指手画脚？怎么，你想软饭硬吃？卢婷脸一黑，若不是看上你经商有道，你以为一介商家女进得了我卢家的大门？些许银钱都使不得，你留在卢家有何用？我这就写下休书，休了你。行啊，我不急不慢掏出一沓信笺，正巧长公主想登门喝茶，我还愁卢家院子不够大呢。哦，还有户部尚书嫡女、礼部侍郎夫人。我一张张信笺数过去，卢婷昔日巴望不上的权贵，如今主动向我递来橄榄枝。本以为卢婷会恼怒，谁知她竟然眼神缱绻。我已成婚1年，徐二小姐竟还记得我，难为她情深。当年若不是我家道中落，什么？徐二小姐竟然眼瞎看上过他，怪不得对我有敌意，恰好成了我的机遇。卢婷陷入回忆中，深情款款地追忆了半天。我掏了掏耳朵，感觉听到了脏东西。没想到卢婷说到最后，居高临下看我一眼，来了句：我如今也算功名在身，正好休了你，娶徐二小姐进门。我手一顿，干什么啊？不知道掏耳朵的人很脆弱吗？怎么还讲起笑话了？我匪夷所思。徐二小姐不想见你，她来是想找我买些胭脂水粉，入宫选秀去。你多大脸啊，区区校尉就敢肖想尚书嫡女了？卢婷一滞，她脸色红了又青，青了又白，甩了袖子，怒气冲冲走了。我悠然闲适地拿起画本，我心痒难耐地放下画本。一个嫡少唤来金桃，叫他跟上卢婷。画本哪有身边的大戏好看啊？金桃兢兢业业为我转述。卢婷拎着一壶酒，醉醺醺回了林希儿的院子，嘴里絮絮叨叨。卢家祖上盛世高门，出过8位宰相，帝女争抢着嫁进来，为何偏偏到了我，便家道中落，落到这样下场？这些贱妇个个狗眼看人，瞧不起我。林希儿大着肚子出来扶他，卢婷一把抓住他。希儿，唯有你不曾嫌贫爱富，是真心爱我的。林希儿，啊！卢婷情深意重道。旁人即便高官厚禄，到头来也是一无所有，我们却有金子般的真爱啊！林希儿，他们有金子啊！卢婷皱眉。希儿，难道你也觉得我家穷，看不起我？林希儿赶忙摇头，脑浆子要摇匀了。怎会？能陪在夫君身边，哪怕风餐露宿也甘愿，只是不忍心我们的孩儿。林希儿抚了抚肚子，梨花带雨，还未出生便是数孽，在娘胎里吃糠咽菜，也没享过一天福。夫人每日燕窝鱼翅吃着，不愿给夫君的孩儿分一杯羹。卢婷将他揽在怀里，若你生下儿子，我娘心疼孙子，兴许松口让你做平妻。金镶玉无子，他的东西到时候不都是我们孩儿的？我再去战场上博一个诰命夫人给你，定叫你风光无限。林希儿娇羞道。刀剑无眼，我不舍得你再去搏命。卢婷坚定道。在卑贱之时，你选了我，我要证明你选对了人。希儿，我此生必不负你。1年后，他出征回来，带回第2个女子。我对灵儿是真爱，非他不娶。金镶玉，我们和离吧。卢婷掷地有声。叶灵与他并肩而立，坦然的目光直视着我。行啊，我把家私带走。我懒洋洋站起身子，在卢宅走了一圈，梅开2度。紫漆描金山水床，我的；金漆点翠玻璃围屏，我的；黑漆描金五福云纹靠背椅，我的。我走到他俩身边，屈指扣了扣立粉金漆雕花木柱，也是我的。叶灵扬声道：我与卢郎生死之交，情深意重，不论高宅大院还是陋室草堂，我都会同他一起。我讶然，见他神情坦荡，倒是高看了一眼。卢婷却震惊地打量着自家，惊喜道：家里东西怎么又换了一批？还这般华贵？
莫不是夫人今年赚了许多？我听着这句夫人，顿觉恶心无比，但想起这一年的收入，又忍不住得意起来。当初徐二小姐听了我的推荐，买了鲜花香露。入宫选秀时，她周身香气弥漫，引来蝴蝶环绕，皇上见之大悦，封她为芳妃。一众秀女中，唯她得了封号，一时间风头无两。金家胭脂铺也崭露头角，受到各家夫人、小姐们的追捧。想邀宠、相亲，或者自个儿爱美的，便买些芦荟凝胶、各味香露、各式纹身贴，使劲捯饬自己。不想的，专挑拟真大蟑螂头饰、毛毛虫项链、扑棱蛾子耳环，憋坏吓唬别人，折腾得鸡飞狗跳，就连皇帝都遭了老罪。中秋宫宴前，徐二小姐又来信一封，说宫里妃子个个身怀绝技，不是唱歌跳舞，便是冰嬉舞剑。她只会吟诗弹琴，乏味至极，毫不起眼。想学歌舞，又拉不下脸，怕被尚书大人怪罪，请我想个法子帮她。我忙不迭应下来。那可是宫宴，多好的宣传时机！我苦思冥想数日，终于为她量身定制了一套行头。宫宴当夜，徐二小姐一袭银白长裙，怀抱瑶琴，款款而至。她怀中的七弦琴，琴身竟是纯净透明的琉璃，琴弦在月光下闪着银辉，通透明净，不似凡物，倒像是神仙用的东西。她玉手拨弦，一支清曲婉转悠扬，真恍如神妃仙子一般，清冷皎洁，不可方物。既不失尚书嫡女的庄重，又引得皇上目不转睛，如痴如醉。宫宴第二天，满京城的达官贵人意犹未尽之时，金家琉璃铺盛大开业，有净白的琴，明净的旗，通透的镇纸，明亮的画框。郎君公子们见了便迈不开腿。更有清透的碗，明亮的窗，精亮的首饰，夫人小姐们也挪不开眼。贵人们一掷千金，很快买空了铺子，工匠们加班加点，还是供不应求。我只得在郊外建了工厂，招了帮工，才勉强供应上。客人纷至沓来，铺子财源滚滚，我的生意红红火火。记忆回笼，我看着卢婷满面喜色，不禁微微一笑。是啊，赚了挺多，不过都是我金家的财物，和你卢家没什么关系。卢婷讪讪一笑，我是你夫君，你的钱不就是我的钱？如今我已是四品将军，有我护着，你的生意更能日益壮大。而我用钱在朝中打点一二，保不准再升上一升，岂不两全其美？我掏了掏耳朵，啊，我刚刚好像听见要和离。卢婷连忙摆手，怎么可能？夫人这般聪明能干，我真知重之，怎会和离？这叶灵到底救了我一命，若是夫人愿意，便抬为平妻；若是不愿，当个妾也罢了。我不由拍手叫好，又被救了，真是奇了怪了！你一个大男人打仗多年，骁勇的事迹没见着，见天被女人救，没了女人，你活不了是吧？我目光朝下打量他，旁人都是一个妻子，偏你要两个。怎么，你有三头六臂，两根线头，一头二臂，还妄想其人之福？卢婷受到这般羞辱，当即气血涌上天灵盖，猛地拍了一下柱子，柱子震下一块金箔，他看呆了，怒气哽住了，于是一怒之下，怒了一下，回头对叶灵说道：灵儿，你惹了夫人不喜，就做个妾吧。叶灵莫名其妙，你许诺我做你的妻，我才同意与你返京，而今变卦，我凭什么答应？卢婷斥道：四品大将的妾，多少人挤破头想当，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若离了我，你又能去哪？在京中干些苦力，赚的银钱，连马厩大的地方都租住不起。叶灵硬邦邦道：我回边疆就是了，天大地大，哪里容下我？没想到这姑娘这么硬气，还挺合我胃口。我露出一丝赞许的笑容。卢婷见我笑了，竟然涨红了脸，以为我在笑她连个女人都留不住。她咬了牙，极度失望地看着叶灵：灵儿，我以为你看中的是我的人，没想到只是正室夫人的位置，原来你和那些攀高枝的女人一样，竟是我看错你了。叶灵急了：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我救你时根本不知你是世家子弟。卢婷失落地垂下头，声音轻轻的：那你为何不肯嫁我了呢？不知道卢婷怎么忽悠的，
总之，叶灵松口当了贵妾，又是一顶小轿台进门。洞房当夜，我激动地备好了5香瓜子、盐菊花生和香甜果酒，听金桃讲那过去的故事。只听当卢婷与叶灵相拥在床上，红烛滴泪，浓情蜜意之时，林杏儿闯进了大门。她两眼泛红，哭哭啼啼：“卢郎，你回来了，我等得你好苦。自你走后，我茶饭不思，日盼夜盼，没想到竟盼来你纳妾的消息。你曾说要抬我为平妻，说此生不会负我，原来都是假的吗？”卢婷见到他的模样，怔愣一下，艰难道：“你是林杏儿？1年不见，你圆润了不少，不像茶饭不思的样子。”林杏儿与昔日娇媚的模样大相径庭，她脸庞浮肿，面上生斑，整个人肥了一圈。她听了这话，怯怯后退，隐在烛光的阴影里，同红烛一样流下2行泪来。我为你怀胎10月，尝尽苦楚，才变成这样。生子时，我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，所幸孩子生下来乖巧，长得像父亲，卢郎可要瞧瞧。卢婷听了，忍不住大喜，连忙去抱孩子。我有儿子了，我们卢家有后了。林杏儿的声音弱了下去。是女儿。卢婷顿时冷了脸，收回了手。林杏儿一时不察，险些将女儿摔在地上，手忙脚乱将她抱回怀里。女儿受了颠簸，开始大哭起来。卢婷皱起眉，冷声道：“吵死了！既然生了个赔钱货，还带来见我做什么？大喜的日子平添了晦气。这副丑样子，看见你就烦，给我滚出去！”林杏儿哭叫起来：“我也曾年轻貌美过，如今你要为了这个贱妾羞辱我至此吗？”叶灵认真道：“我不是贱妾。”卢婷点头附和：“灵儿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是贵妾，与你不同。”林杏儿恨毒地看向叶灵：“你很得意吗？告诉你，我也曾救过他，我也曾与他花前月下，海誓山盟。如今我落得这般下场，你以为你以后逃得过吗？”叶灵面色紧张起来。卢婷一把将他揽入怀中，扬声道：“你个贱货，也配和灵儿比较？你进门前便污了身子，珠胎暗结，逼我成了亲。灵儿可是清清白白的好姑娘，是我心悦之人，我此生必不负她。”叶灵神色舒展，看向林杏儿的目光带了几分不屑。林杏儿却又哭又笑，喃喃重复道：“好啊，此生不负，此生不负。”次日一早，林杏儿来我院中，跪了下来：“夫人宽厚，杏儿愿做婢女，陪侍夫人左右。”我摸不着头脑：“我不宽厚，也不愿意啊。”林杏儿不说话，闷声哐哐磕头，坚硬的岩板被他磕得梆梆作响。我承认，我心疼了，真不愧是宅斗了1年的对手，对我的弱点了如指掌。我揪心道：“快别磕了，磕坏了怎么办？这岩板要5000两银子呢。”林杏儿如愿成了我的婢女，不再跟我对着干。刚进门的叶灵孝顺懂事，安静乖巧，才怪！小妾静悄悄，必定在作妖。叶灵不知道在闹什么幺蛾子，给他的2两月银不用，非要攒起来；供给的瓜果糕点不要，非要吃清粥小菜；量身定制的衣裳不要，非要自己剪裁。每日起早贪黑，吭哧吭哧洗菜、做饭、缝补、浆洗、晾晒。院子里好好的花被他拔了，种上白菜，养上鸡鸭，整日里叽叽嘎嘎的，到处是鸡屎。这下好了，又要整日清理分辨，收集起来给菜堆肥。于是鸡喂菜，菜喂鸡，叶灵日夜操劳，累得直不起腰。有一日经过我的院子，瞄了一眼，眼珠子都瞪圆了。我坐在秋千上，闲闲地吃零食，看账本，身前石桌上零零散散摆了5、6样小食，周围4、5个婢女，一个举阳伞，一个打扇子，一个剥葡萄，一个包榛子，还有个五官深邃、身材精壮的小厮在铁架子上烤羊肉。叶灵大步走上前：“夫人，好大的排场，夫君都要被压一头。古人云以夫为天，夫人这是反了天了，德不配位，倒不如由我来当这个正妻。”林杏儿包榛子暂停，迅猛地冲了上去，啪啪2个大耳刮子。夫人面前容不得你造次。而后趁叶灵没反应过来，立即闪回我身边，
低头继续包榛子。金桃包着葡萄，偷偷问他：爽吗？林杏儿用力点头，爽死。叶灵被打懵了，不可置信道：夫人，你就由着婢女打我？我许久不曾宅斗，有些嘴痒，兴致勃勃道：先别管这个，你倒是说说我哪里得不配位？叶灵被我引开话题，忘了挨打的事，满脸自信答道：夫人不孝敬婆母，不像我每日给婆母捶肩捏腿，端茶倒水。我哦了一声，但是他花我银子。叶灵哽了一下，继续说：夫人不体贴夫君，不像我每日伺候夫君洗面漱口，更衣用膳。我说：但是他花我银子。叶灵有些憋闷，又说：夫人不尽妻妾本分，不像我一心想着为卢家开枝散叶，生个大胖小子。我说：但是孩子花我银子。叶灵很是不服气：夫人眼里只有银子，像夫人这般铺张浪费，平日要4、5个仆人伺候，便是有金山银山，也迟早糟践没了。我当即否认：我很节俭的。见他不信，我一脸真诚：比如说有个婢女，白天给卢婷沏茶，晚上给我洗脚，1人2用，划算得很。叶灵的脸色凝固了，似乎想到什么，脸色发白的干呕了几下。我一边欣赏他的变脸，一边捻起葡萄扔进嘴里。叶灵见状又跳脚道：夫人桌上这么多瓜果，吃得完吗？听闻正院小厨房里炒菜要放猪油，炖肉要放10几种香料，便是皇亲国戚也没有这般糟蹋东西的。农人种田耕地，养猪喂鸡有多辛苦，夫人可曾体谅过？我歪过头：所以我花钱买来啊。农人赚到了银子，我饱足了口欲，婢女添了餐饭。除了你，哪有人不瞒？我淡淡道：我听说你停了偏院的瓜果点心。送瓜果的老伯急得满嘴燎泡，追问他的瓜果出了什么岔子，为何不要了？没了这笔单子，他只能沿路叫卖，平天劳累不说，还有些卖不掉的，白白损失了不少。你以为省下几个银钱，沾沾自喜，旁人却没了糊口的生计。我摇摇头，想做当家主母，却抠搜这点银子，实在叫人笑话。今日停了瓜果，明日免了衣物，后日短了人情往来。卢婷面黄肌瘦，满身补丁去当差，旁人怎么看？迎来送往的礼金不足，官场上如何吃得开？如此上不得台面，待会儿长公主和各家夫人小姐上门，你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。叶灵脸色发白，魂不守舍地离开了。今天的宴会别具一格，桌上摆的不是茶水点心，而是烤全羊。长公主大马金刀地坐着，用刀削下一块皮酥肉嫩的羊肉，蘸了酱料塞进嘴里，舒服地眯起眼睛。徐儿不在，不用文绉绉念诗，倒是松快了不少。礼部侍郎夫人小口吃着，笑道：卢家竟然这般富贵，卢夫人真不愧是京城1等1的富商。只可惜卢将军有眼无珠，放着发财树不理，那个南疆的刁民做妾，简直辱没了卢夫人的门庭。我每每吃肉，自从生意做大，与各家夫人打的交道变多，我在贵妇圈的地位便水涨船高，就连礼部侍郎夫人都愿意没事捧我几句。我听得飘飘然，户部尚书庶女却轻声细语道：卢夫人到底不是皇商，并未比平民高人一等。我听闻南疆之外的南相国出产许多翡翠、宝石，朝贡之时都途经南疆，那些贡品卢夫人没见过，南疆女子却习以为常。我呵呵一笑，自从户部尚书嫡女进宫，在我帮衬下封了芳菲，又在宫宴上出了风头，这庶女嫉妒坏了，逮住机会便要阴阳我几句。但我家出了新品，她又第一个冲上去买，付起钱来毫不手软。我对她又爱又恨，只好装聋作哑，不计较她。长公主拍案道：南相国表面朝贡，内里贼心不死，时不时从南疆掠了人，断手断脚，手段残忍，弄得人心惶惶。皇帝每每提及此事，便棘手蹙额，恨不得杀之而后快。奈何南相国兵强马壮，夏国难因其锋，南疆的百姓日子苦不堪言。话题如此沉重，宴席上的气氛凝滞起来。我忙笑着递酒：诸位可要尝尝我家酒房新酿的酒，正是以南疆的甘蔗为原料酿成的，改良了工艺，
清甜可口，余韵悠长。我们喝点甜酒能舒心不少，南疆百姓又能赚些银钱，两全其美，是也不是？几位夫人给我面子，拿过酒尝了一口，面色惊喜道：“这酒真好喝，甜甜的，不大醉人，正适合我们喝。”我笑道：“这酒名为金酒，在我们金家酒坊、酒楼均有销售，老规矩，头3日8折优惠。”没想到这小甜酒卖得极好，原料很快告罄，我便去南向国加价收购。酒厂索性建在南方的州城，免去路上麻烦。我担心产业不在眼皮子底下，管理上有疏漏，便打算动身前往南方巡视。清点人数时，叶灵挤了上来，凄凄哀哀道：“夫人能否带妾同去？”我想也不想，不行。叶灵不服，指着林杏儿道：“她为何可以？”林杏儿兴奋地挽起袖子，眼巴巴等他以下犯上。叶灵谨慎地后退2步，闭紧了嘴。林杏儿顿觉无趣，气哼哼地说：“我现在是夫人的人，我不跟你抢夫君，你倒跟我抢夫人来了，有没有天理？”叶灵没再搭话，默不作声走了。没想到当晚，卢婷晚上喝酒回来，满身酒气往床上一瘫，扯开嗓子喊叶灵替他更衣，叫破了喉咙也没人。他以为是被我扣下了，气冲冲跑到正院兴师问罪，却发现正院早已人去楼空，只有个小厮在打扫院子，用扫帚将他扫了出去。我家小姐出去散心了，闲杂人等误入，启开，我要锁门了。而我在客栈下了马车，看见婢女打扮的叶灵，一阵无语，淡淡道：“既然来了，费用自理，生死自负。”叶灵胡乱点头，满脸新奇地看着周围的景色。林杏儿和其他婢女看见碧波荡漾的湖泊，杨柳依依的江岸，也是一脸欣喜和惊奇。我便放慢车程，带着一众没出过远门的婢女，一路走走停停，3个月才到南州。时机不巧，南州的几个县遇上了旱灾，颗粒无收，农民家中存粮耗尽，刘谦到了州城。我的马车走在路上，被一群灾民拦了下来。老爷夫人行行好，施舍我们一些馒头吧，我家狗蛋3天没吃饱饭了。说着便扯着孩子一起跪下磕头。这是泥土路，又不是我家的岩板，我才不心疼。于是隔着车帘吩咐道：“别理，走。”叶灵跟在车外，犹豫道：“这群人面黄肌瘦的，好生可怜。”我冷冷道：“赶路。”叶灵不满道：“夫人又不差这点口粮，这孩子却能多活几日，多划算的买卖。佛家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夫人见死不救，就不怕日后遭报应吗？夫人为富不仁，我却不能。”叶灵从兜里掏出东西：“这些饼子你们先吃着，若是不够，我这还有几两碎银。”灾民见了钱眼红极了，一哄而上，嘴里嚷嚷道：“多谢娘子，多谢娘子，娘子真是菩萨下凡啊，好人做到底。娘子头上的簪子不如也舍了我，我家狗蛋能吃上好几天的肉包子呢，还有这耳坠。”叶灵被灾民推搡倒地，周身值钱的物件被扒了个干净，灾民才3、3两两散去。他怔愣地坐在地上，头发散开，衣衫脏乱。我挑起帘子看他一眼：“这下满意了，走吧。”叶灵嘴硬道：“我只是没了首饰，却救活了几个孩子，积下不少阴德，不像夫人如此缺德。”当夜，我听见叶灵在隔壁呜呜哭了半夜。她身上统共没几样首饰，都是那妾10天制的，如今一下子丢了个干净，可不伤心吗？我听得难受，便给她换了个远些的房间，别让我听到。次日，我去城郊酒厂巡视，偌大厂区内，按照工艺流程，区分了10几间厂房，每个厂房100来人。另一侧搭了几10个草棚子，还有100来人在搅黄泥、起房子。正午时分，厂区开始放饭，工人们陆续出来领饭，每人满满一碗浓稠的粟米粥，一碟炒青菜，一颗煮鸡蛋，一碗大骨汤。他们麻衣破旧，但眼里闪着光，脸上喜气盈盈。年轻管事向我汇报完，看着人头挤嚷的饭堂，忍不住感慨：这些灾民前些日子还灰头土脸，近来精神了不少，若不是小姐给他们活干，还包吃包住，这些灾民哪有好日子过啊？叶灵满脸震撼：这些人
身板这么壮实，竟然是灾民。他后知后觉道：昨日那伙人不来上工，到处乞讨，莫非是群骗吃骗喝的懒汉？我满意道：此前为了打通知府的关系，捐了10万石粟米，还建了济阴堂。南州乱不起来，我们才能安心经营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你做得很好。年轻管事羞涩一笑，他眼睛晶亮地看着我，似乎等我继续夸他。我绞尽脑汁道：你晒黑不少，人也累瘦了，衣服都松垮了。放心，这些我都看在眼里，回去给你涨月银。他脸色肉眼可见地垮下来，我心中警惕，涨月银都不满足，该不会想要分成吧？我们回了京城。卢婷吹胡子瞪眼：金镶玉，你还知道回来？你眼里有没有我这个一家之主？还有你，叶灵，过来给我捏肩，一天天就知道玩，要你有什么用？叶灵乖顺地走过去：夫君，妾没有玩，是跟着夫人出去见世面了。卢婷嗤笑道：你们能见什么世面？几个女人还敢出远门？若不是打着我四品将军的名号，早被绑匪劫去了。我哼笑一声：我们有10几个彪形大汉护卫，打的是金家商队的旗号，关你屁事？卢婷梗着脖子叫道：金镶玉，你别以为有几个银子便能反了天了。区区商户，没了我你便什么也不是。我没空理他，招来京城几间商铺的掌柜，询问他们这几个月的生意。不问不知道，我不在的日子，金家商铺竟出了大事。起初，金家酒楼出售金酒，赚得盆满钵满，引得无数酒楼眼热。他们争相模仿，可我金家的方子是改良过的，哪有那么容易模仿？他们酿造的酒总是掺了苦味，粗糙刺喉，夫人小姐们自然不肯买账。他们便想了个阴损的法子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有个妇人喝了我家的金酒，突然口吐白沫，倒地不起。满座哗然，纷纷站出来大骂，说金家售卖毒酒，害人性命。酒楼最近天天有人闹事，几乎开不下去了。酒楼掌柜急得焦头烂额，掏钱请了大夫来诊治，大夫却扶着须子摇头，让他另请高明。年轻管事听完，安抚地拍了拍酒楼掌柜的肩：此事错不在你，小姐不会怪罪。又看向我道：据我所知，生事的那几家酒楼背后是一位侍中，这才有恃无恐，还买通大夫据诊，教我们有口难言。我面色一沉，常言道：民不与官斗。金家再有钱，也如卢婷所说，只是区区商户，是农工商里排在末位的，如何斗得过3品官？我沉吟片刻，立即派遣人手在酒楼、酒房内外盘查，搜寻可疑的人物。又提笔写了封书信，求助芳菲，从宫里请一名太医出来。书信给了芳菲的庶妹，那庶妹拿瞧了几番，我送了好些珠宝首饰，才叫她松了口。没想到芳菲想法子传信出来容易，宫外的人要见她，却得等到节日庆典才行。我又找了几位相熟的夫人，他们却面露难色。此事说小是小，说大了却是要他家与侍中对上，夫人们家里官职尚不及侍中，哪里敢对着干？酒楼生意愈加惨淡，酒厂里产出的新酒运送过来，在仓房里堆满了，每拖1日便亏损上百两银子。而金家的胭脂铺、琉璃铺、首饰铺、成衣铺等商铺名声被拖累，生意也受了影响。我心力交瘁，卢婷见我这副落魄的模样，很是幸灾乐祸，时不时来我院中冷嘲热讽2句。管事已领着人手查清了人证物证，可自证清白，何人会信？须得一位德高望重之人作保，方能服众。终于，户部尚书庶女入宫见到了芳菲，芳菲听闻此事，立即请了太医出宫，片刻也没耽误。我绝处逢生，连忙召集人手，在酒楼门前敲锣打鼓，免费送上瓜子酒水，吸引了大批百姓驻足。太医果然靠谱，将手往病人的腕子上一搭，便诊出了毒物。而酒楼前摆放了几大缸酒水，太医用银针一一验过，验明无毒。管事适时推出几位人证，证明此事乃其他酒楼唆使混混下毒所致。又抛出了在混混住处搜集的毒物残渣，与太医的诊断相符，作为物证。人证物证俱全，结果水落石出，当场揭穿了那几家酒楼的阴谋。我从酒缸中舀了一瓢酒出来，一饮而尽，扬声道：
我金家行商以诚信为本，行得端坐的正，从不做害人的勾当。此前金酒中毒一事，乃奸人构陷，如今已真相大白，劳烦诸位做个见证。有人拍手叫好，将免费发放的酒水仰头饮尽，也有人满脸不信，高声叫道：你说别人是奸人，谁不知道无奸不商？你们金家又是什么好东西？我说无奸不商，说的是商人卖米，量完米后又在上面填一撮米，顶出一个奸来，百姓见商人卖得实惠，才愿意购买。我们金家做的正是这样实诚的商人。一道尖细的声音传来：说得好，好个牙尖嘴利的商人。我抬眼看去，见一个大太监从马车上下来，我心头一紧，难道那侍郎另有后台？却听那大太监道：金掌柜莫怕，咱家是替皇上送赏赐来了。大太监看了眼周围聚集的百姓，故意提高了声量，说道：此次南州旱灾，民不聊生，金掌柜捐赠了10万石粟米，开棚施粥，活人无数，又办场招工，管吃管住，收容了上千灾民，修建济阴堂，收留了上百弃婴。此事由南州知府上奏，皇上听后大为感动，特地御笔亲题，送了金掌柜一张牌匾。来人，还不快呈上来！小太监果然抬了张牌匾上来，小心翼翼揭开上面的红绸，露出4个大字：人商济世。围观的百姓一阵哗然。我大喜过望，我帮南州知府添了那么大一笔政绩，又送了一套名为清正廉洁的琉璃文房4宝，这知府老儿果然上道。有了皇上的御笔亲题，日后谁还敢仗势欺人，打压我家的商铺？皇上这赏赐真是送到了心坎里。那天的事，百姓们口耳相传，很快全京城都知道了。匾额挂在金家酒楼里，引得百姓前来围观，酒楼的生意比之前还火爆，金家商铺的名声顿时拔高一截。而仗势欺人的事中，则被皇上斥责与民争利，丢了好大的脸。卢婷再也不敢瞧不起我，嚷嚷什么区区商户的话，但他也不愿正眼瞧我，索性互不来往，相敬如宾。我继续过我的小日子，每天喝茶吃点心，看完账本看话本。林希儿开始跟着金桃学舞，肩带肘，肘带腕，腕带手，扇人巴掌又快又狠。叶灵进门1年，肚子里都没消息，被卢老夫人压着喝些黑乎乎的补药，苦不堪言。管事回京城后，脸很快白净了，身材也精壮了，每日打扮的花枝招展来同我汇报。金酒2两银子一壶，仍是供不应求。在南州又建了一间酒厂，吸纳了上千工人。南向国甘蔗泛滥，可要将收购价格压下去些。我看了眼金酒的收益，不必，按原价，应收尽收。不出3年，价格就打下来了。3年后，我带了一瓶金酒登门长公主府，恭恭敬敬说道：臣父经商，在南向国高价收购甘蔗，低价售卖粮食，南向国农夫趋利。举国上下不种稻米，改种甘蔗。如今甘蔗已熟，正待收割酿酒，臣父愿将此酒献给皇上。长公主听出我的弦外之音，错愕地睁大眼，上下打量了我半晌，仿佛重新认识我一般。她抚掌大笑道：此乃阳谋，耗尽南向国粮仓，夏国可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卢夫人奇谋妙计，只做个商户，实在是屈才了。事成之后，皇上论功行赏，定然少不了你。不出半年，皇上便集结兵力，挥兵南下。卢婷又要出征了。出发前，他深情款款握住叶灵的手：灵儿，待你生下儿子，我便抬你为正妻。我去战场上博一个诰命夫人给你，定叫你风光无限。叶灵不舍道：夫君平安回来便好，旁的有什么紧要？林杏儿嗑着瓜子，捏着腔调，和卢婷异口同声道：灵儿，我此生必不负你。叶灵感动得满眼泪花。林杏儿翻了个白眼，呸一声吐掉了瓜子皮，拍拍手走了。果不其然，半年后，卢婷带回第3个女子。我对柔儿是真爱。我了然点头，轻车熟路地抬起屁股，准备清点一下我的家私。夫人，我要再纳一个妾。我匪夷所思地放下屁股，掏了掏耳朵。怎么着，4个人是想凑齐一桌麻将？卢婷搂着软柔，自得一笑。正是怕夫人在家无聊，替你寻一个伴儿。
柔儿真心爱慕我，不在意名分。夫人若无异议，便择吉日抬她进门吧。阮柔娇羞地缩进卢婷怀里，瞥向我。这位便是夫人吗？好凶哦，不像我，只会心疼哥哥。林希儿嘴角抽了抽，姐妹，是不是撞人设了？我盯着阮柔看了半晌，站起身往外走。正妻之位给你了，卢婷，我们今日便和离。卢婷一脸凌乱，想拦我。夫人，有话好好说，怎么动不动就要和离？林希儿惊讶了一瞬，大力拉开卢婷，自己则赶忙跟了上来。我跟夫人走。叶灵不知何时也出现在大门口，冷冷瞧着这一切，将手中的药碗一摔。我也跟夫人走。忽然他又想起什么，大步流星走到卢婷身前，扬起手扇了她2巴掌，含恨道：忘恩负义，无耻之徒。卢婷被打得发懵，正要发飙，我早已火烧屁股般跳上马车，扬长而去。马车上，林希儿掀开帘子向后望去，叶灵愣愣地发呆。我火急火燎对车夫道：去长公主府。长公主自从送酒一事后，便待我极为亲近，见我满脸慌张，便拉住我的手问道：卢夫人别急，可是遇到什么难事了？我帮你摆平。我连忙撇清关系，我已和卢婷和离，不是卢夫人了。卢婷新娶之妇，耳大垂肩，唇有孔洞，颈有环痕，不似中原人。卢婷粗人一个，不识得女子的装束，我在各国通商，却认得这是南向国贵女穿戴首饰的痕迹。那女人恐怕是南向国的奸细。将事情推给长公主后，我又马不停蹄带着和离书前往官府备案，又叫管事带几个壮汉去卢家，将我的嫁妆家私拉回来。那和离书是当年卢婷要娶林希儿时签的，我一直小心保存着，如今可算派上了用场。有了它，管事便名正言顺上门，直接搬空了卢家。卢婷自是不肯，我的管事也不是吃素的，二人如何争执便不在我关注范围之内了。所有事情交办出去，我终于松了口气，回金家蒙头大睡。睡醒时，我爹一屁股坐到床头，一脸和蔼：闺女，你和离咋还把人家的小妾都拐回来了？嘿嘿，不愧是我金家的闺女，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。我美滋滋道：那是。我爹搓手道：你当初还说卢婷长得好看，也不借种生孩子就离了。你弄出这么多产业，今天棉被厂，明天橡胶厂的，总得有个继承人吧？我看咱家管事就不错，长得俊，对你好。我微微一笑：爹，咱家这么大的家业，一个继承人哪够？放心，我培养了100多个，岁数大些的明年就能开始干活了。我爹的眼睛瞪得像铜铃。当年在南州建的济阴堂，可不是发善心白建的。100来个孩童，我好吃好喝供着，请了夫子账房教着，是为了日后给我做工，帮我管理金家遍及全国的产业。我去年抽空去巡视了一番，济阴堂收容的多半是被遗弃的女婴，个个养得浴血可爱，乖巧聪明。见到我，围着我喊大掌柜，声音甜甜软软的，叫我心都化了。我不用喝黑乎乎的苦药，不用经历怀孕生产的苦痛，只需花点银钱，便得了100来个可爱的闺女，简直不要太赚。这一日，我悠闲地躺在藤椅上，管事向我汇报：小姐在卢家置办的家具，上至床榻桌椅屏风，下至锅碗瓢盆筷子，都带回来了。朱漆铁门也卸了，立粉金柱也将金箔包下来带走，种的桃树、李树、葡萄藤都挖出来移走，装了满满几十车，全京城都见到了，街头巷尾都在议论此事。我点点头，都知道我和离了就好。管事说，卢家以家徒4壁，沦为全京城的笑柄，卢婷死要面子，还要大办婚事，大张旗鼓，广发请帖。只有几个同僚应了，昔日同小姐关系好的尚书、侍郎家都推脱不去。我不由笑道：到时宾客来了，怕不是连椅子都没有。管事觑着我的脸色，突然磕磕巴巴道：小姐，你考虑再嫁吗？我愿自荐枕席，改姓为金。我瞥他一眼，调笑道：这哪够，你爹也得改。卢婷大婚，他穿了一身大红婚服，骑在高头大马上，招摇地穿过街市，去迎娶新娘子进门。我坐在门口看热闹。
他瞧见我，满脸不屑道：“我战功赫赫，早晚官居一品，偏有无知妇人，放着诰命夫人不当，非要当个商妇。你再有钱，能越过当官的去？只要我位高权重，自然有无数金银财宝奉上。你那点银子，我还不稀罕。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我卢家的荣耀与你再无瓜葛。”我懒洋洋应道：“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记得饿了出宫，热了添衣，赶紧滚吧，待会误了吉时，当心喜事变丧事。”卢婷冷哼一声，带着仪仗队伍吹吹打打走了。到了卢家，卢廷刚和阮柔拜了天地，一队官差便进门抓人。官差高声道：“云辉将军卢廷私藏异国奸细，勾结外族，其罪当诛，即刻打入大牢。”宾客们乱成一团，仪仗队喜气洋洋的唢呐顿时一停，而后变了个调子，转到吹丧曲。卢廷瞳孔一缩：“不可能，我清清白白，何时？柔儿，是你？”阮柔早将盖头一掀，喜服一撕，三步并作两步攀上院墙，窜了出去。官差追捕不及，竟让他一路向我家找了来。他脚步刚踏进院门，突然有5个暗卫从天而降，将他牢牢围住。是我为了有备无患，向长公主借的暗卫。阮柔腹背受敌，冷哼一声，忽然从袖中抖出许多药粉，暗卫们避之不及，纷纷倒在地上，痛苦哀嚎，他们的皮肤竟然被腐蚀掉了。阮柔轻叹道：“如此珍贵的药粉，原想让你亲自品味的，竟然浪费在小喽啰身上，真是可惜。算了，将你身上的肉一刀一刀削下来，也许更有趣。”他艳丽的脸上绽放出一个狠毒的笑容，一步一步朝我走了过来。我坐在藤椅上，惊恐地瞪大眼睛，方寸大乱地叫道：“你认错人了吧？我只是个商人，和你没有过节啊！你要杀我，好歹让我死个明白吧！”阮柔咬牙切齿道：“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大败我南向的是夏国的将士，真正亡我南向的却是你。你用重力诱之，短短3年时间，南向便再也没有农夫愿意种植稻米，国库堆满金银，你却断了米粮生意，让我们有钱也买不到粮食。”管事举着刀，悄悄从他身后接近，阮柔却背后长了眼睛一般，回身猛地一脚，力道之大，竟将管事踹飞出去。阮柔回过头，继续说道：“可怜我南向士兵威武凶猛，却饿着肚子上战场，给了夏国可乘之机。我堂堂南向公主，竟然败给你一个商人，若不将你凌迟，我死也不能瞑目。”他说着，便从袖中抽出一把匕首，向我俯冲而来。生死之际，叶灵和金桃一齐扑上来阻挡，我用脚在地上猛地一蹬，藤椅飞速向后滑去。可阮柔速度奇快，匕首锋利无比，还是在我手臂上划了一道口子。他举起匕首再刺，官兵终于追了上来，一拥而上，迅速将他制住。我朝他微笑道：“我明白了，谢谢你。不过我若是你，便不说这么多废话。这辈子就算了，下辈子注意点吧。”阮柔被死死压在地上，不可置信地抬头：“你用了什么妖术，比我还快？”我指了指藤椅下的圆盘，好心告诉他：“这叫轮子，你猜怎么着？用你们南向国的橡胶制成的。这下死也瞑目了吧？”阮柔气得一口血喷了出来，倒地不起。林杏儿被这猝不及防的变故吓得怔住，回过神时，连忙朝我跑来，撕开我的袖子，毫不犹豫对着伤口吸了上去。我看着他吐掉的黑血，彻底呆住。这匕首有毒。说完，我忽然一阵恍惚，昏了过去。待我醒来，已是半个月后。大夫说，幸好林杏儿眼疾手快，处理及时，否则我怕是性命不保。我俩双双昏迷，醒来时，这场勾结异族的大案已尘埃落定。管事消瘦了一圈，双眼通红，胡子拉碴，小心翼翼地为我喝了米粥，才告知我案子的结果。卢婷的大事小情里里外外都查清了，他确实不知情，只是色胆包天，受了阮柔的蒙骗。阮柔试图从他嘴里套出夏国的军事防备、兵力布局等消息，还未得逞，便被我识破。皇上看了他的案宗，大为震怒。一个大将军，半点识人之能都没有，怎么带兵打仗？驻守在边疆这么敏感的地方，
竟然不明不白往家里带人，还带了3回。幸得金掌柜慧眼识破，不然那南向公主领着残存的势力，还不知要翻出多少风浪。但皇上还是人善，念及卢亭多年驻边有功，判他功过相抵，包了3品将军的官身，贬为庶人。卢家子孙世世代代不得为官。卢亭一心想支撑起的门楣，被他彻底折腾塌了。而我先是用计耗空了南向的国库，使其溃败不堪，一击即破；后是识破南向公主的奸计，使一场灾难消弭于无形，自己却遭人毒手，身受重伤。皇上又是赏识，又是联系，大手一挥，封我为1品秦国夫人，让金家成为了皇商。封赏的圣旨，特地等我痊愈后才送来。我沐浴焚香，恭敬地接过圣旨，送走了大太监。转头就见卢亭站在门外，脸色灰败。我故意道：这1品诰命夫人，不会是卢郎君替我请封的吧？果然是风光无限啊！林希儿也养好了身子，站在院子里看热闹。她和叶灵捏着鼻子，一唱一和地学卢亭说话：玉儿，我此生必不负你。说完，我们3个笑作一团。卢亭的脸色更黑了。卢家在京城抬不起头来，卢老夫人做主把祖宅卖了，回乡下去了。临行前，卢亭来找我作别，低眉顺眼道：玉儿，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事，就是对不起你。我们刚成婚时，也曾相敬如宾，你能否再给我个机会？他抬起眼，一脸凄寂地看过来，却见我面前一字排开10个男子，正在卖力地做俯卧撑，闻声抬脸看过来。10张脸各有姿色，剑眉星目，温文尔雅，清新俊逸，高大威猛，清秀柔弱，总之是应有尽有。卢亭愕然瞪大眼睛：你这是？我淡淡道：总不能只许你养小妾，不许别人养面首吧？上次嫁人让我悟出一个道理，男人别的可以不行，但唯独腰要好。卢亭气得吐血：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我怎么可能腰不好？我嫌吵，挥手让金桃送客。卢亭却比被撸了官职那天还激动，在门外大吵大闹道：金镶玉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什么时候腰不好了？我那是累了。我忙让金桃关门，隔绝了路人异样的眼光。管事看向趴在地上累得直喘的10个男子，冷声吩咐道：愣着做什么？继续做，100个俯卧撑，做完为止。然后凑到我耳边，哑声道：小姐，我腰力不错。我笑道：哦，那你证明一下。管事瞬间红透了脸。我捏了捏他的脸：100个俯卧撑，去吧。日子按部就班过去。林杏儿的女儿被卢家带走，她思女心切，便去济阴堂帮工，养了一大堆孩子。叶灵去工厂当了监工，她性子耿直，抓到小偷小摸的便处罚，遇见家里困难的便帮扶，有了几分声望。长公主和芳妃，现在是芳贵妃了，都和我交情甚笃。皇上也赏识我，只要我不犯什么大错，便能富贵一生。我懒得再嫁，管事自己送上门，替我忙里忙外，操持家务。我便整日赖在家里，日常是看账本和看画本。济阴堂的孩子们日渐长大，开始帮我分担商铺的事务，于是我看账本越来越少，看画本越来越多。有一日，竟然看到一个以我为原型的画本，叫做《大掌柜传奇》。我便津津有味地看起来，回忆着自己的生平，架高门，开商铺，建工厂，扶持贵妃，智斗奸商，赈济灾民，巧灭南向，勇斗公主的种种事迹，不禁莞尔一笑。原来我的一生竟然如此传奇。看到最后，这画本写我夜遇石难，采阳补阴，千年不死。这也太传奇了吧！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